第二个要介绍呢，就是 Cosme Decollete Aura Riflecta， 去年8月推出的蜜粉，作为兄弟品牌啊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雅丽格斯是属于奥尔滨 ，Cosme Decollete 呢是属于高斯。这款粉饼当时在发售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有很强烈的相似感的，但使用下来，它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也许黛珂想要把 AQ 系列呢打造得更加年轻化，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呢是带有一些甜蜜的莓果气息的，相比于雅丽格斯的那种贵妇感，它会更加少女一点，也是有3个色号，但是呢，与刚才的雅丽格斯不太一样，它其实是按色调来分的，冷调、中和色以及暖调，而我买的就是01号的这个冷调，10克的容量，然后售价是11000日币，大约合人民币574元，一样也是有替换装雷费鲁的，它的替换装呢是459元。这款粉饼呢，它其实有用到6色的粉末，并且含有AQ 比较知名的护肤系列的美容成分，官方说呢，它是可以呈现透明感，并且具备一定的修饰力，同时可以防止皮脂、汗水、干燥引起的油光跟脱妆，有持续明亮的妆感。去年推出的时候呢，我就比较种草，把2家的粉饼放在一起做比较，很多人会吐槽说这个粉不够精致，但是如果你摸在手上，一大饼呢其实是属于看起来很华丽，但是它的包材是有一些粗糙的，更加符合奥尔滨家的风格吧，就是奥尔滨在包材上感觉一向都不是特别的讲究，而黛珂明显就是属于轻身女，费用预算更够，在这些细节上、纹路上，包括它的这个塑料质感上，我觉得其实黛珂会更胜一筹。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以粉饼起家的高斯集团做出来的这款 AQ 蜜粉呢，我个人觉得它的粉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细的，不是一个特别上粉或者显色的一款粉饼。在手背的这个纹路上点开，可以看见它的修饰感，有一种冷调的白，但是会感觉这个光会比较碎，也就是说它上脸之后会给我感觉有些的不均匀。黛珂的这款蜜粉呢，其实也和雅丽格斯一样，用它的这个粉扑旋转，然后将其粉末混合的方式去上在你的脸上，但是我上出来的感觉就是觉得它会有一些不够均匀。黛珂呢是配有这把小刷子的，轻轻的去刷一刷，在你的手背上扫过，质感会比它自己的这个粉扑来的效果好很多，更加有自然的修饰感的那种光泽感。一样也来讲一下这3个色号怎么去区分。刚才有讲过，这个01号呢就是属于冷调，提升白皙透明感的，并且比较推荐局部做高光来使用，会比较的自然。02号是属于中和色人气色，你有暗黄肤色的困扰的话，它是有平衡透明感和气色的作用。03从它的这个色块就能看得出来有更多的粉调，所以它可以呈现元气满满的这种气色，更加适合想要年轻活力有少女感的那种妆感的打造。整体来说，黛珂的这款 Aura Riflecta 的粉饼呢，是让我有些失望的。网上之前对它的吐槽来源于它的包装，但在我看来包装是完全 OK 的，更多的是妆感不够细腻，这点在黛珂身上还蛮讶异的。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啊，高斯集团的 logo 就是一块粉饼，所以我可以说全日本的粉是没有哪个能够细过高斯集团的。在接下来讲的其他的蜜粉里头也会印证这个说法。如果你喜欢雅丽格斯的妆感，那么对黛珂也感兴趣，想要尝试一下的话，那我想你可能会失望，建议你去专柜试一下会比较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依旧来说黛珂。从2011年开始，每年圣诞的12月1号都会限量发售一款黛珂的，命名为 Marcel Wandas Collection， 黛珂最高级别的蜜粉，也可以称之为日系贵妇蜜粉的门面。今年呢是它连续发售的第12年，一直都是由荷兰的鬼马设计师马塞尔·万德斯负责外观设计的，所以这个 Marcel Wandas 其实就是它的日文发音，以这个设计师的名字来命名的一款
贵妇蜜粉。刚才提到高丝的 logo 呢，就是粉饼，所以作为一款用粉饼起家的美妆巨头来说，它的贵妇蜜粉我完全可以称之为全日本之最，甚至于世界之最。耗费一般粉饼制作2倍的工序，融合了多种黛珂的美容成分，真正的是日系极致细腻贵妇蜜粉饼的代表。以前我会和朋友形容黛珂的蜜粉的感觉，就是作为一个大油皮，如果你已经出油，是需要用吸油纸或者用纸巾按压掉一部分的油光，然后再来上蜜粉来补妆的。但是黛珂的粉就是细到无论你用多大一坨，它都会立刻消失不见，绝对不会卡在你的皮肤纹理。在你大出油的状态，直接用粉扑去按压，它也依旧是细腻不会卡粉的。所以黛珂真的是当之无愧最细腻的蜜粉。因为同样都是在每年的圣诞季发售新款，所以天使蜜粉呢常常会用于和黛珂的这款来进行对比，但实际上我觉得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。之前我也提过关于天使蜜粉，它其实更多的是呈现自然肤色，不是我想要的透明感，两者在设计的质感上其实相差甚远。可以说天使蜜粉是少女的梦想，少女嘛，和贵妇还是有距离的。从它以往的设计就能够看得出来，其实我觉得头4版的设计，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都是绝美的。很可惜啊，我没有都能收集到，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其中的一些经典款。我真正开始接触到黛珂并且觉得很美的，就是从它的这款贝壳款，这是发售的第4年的时候，虽然是塑料，但是真的有呈现非常华丽的这种贵妇感。而2012年发售的这款怀表造型的蜜粉呢，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具备复古的风情。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走布艺的设计啊，我个人对过分的塑料感和布艺没有太大的审美喜好。直到20年这款非常金属风格也非常重的粉饼面世之前，那几年我对黛珂是不太提得起兴趣的。也是从这版之后，我觉得它的颜值开始又慢慢的回春。接下来的这版的话就是非常的少女，真正有质感的东西其实不应该是只在海报里美丽的，你拿在手中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都应该体现出高级感。言归正传呢，今天还是讲最新款。它的粉每一年的造型都会不一样，但实际上粉饼都是一样的。黛珂的这个蜜粉呢，它比较适合偏干一点的皮肤，其实这也是一个矛盾点。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干皮，你是不需要用蜜粉的。蜜粉的作用呢，就是为了让你的皮肤呈现亚光，避免那种油光肌的感觉。所以可能韩国人不太需要蜜粉吧，但是对于我们油性皮肤，蜜粉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是混干皮，在秋冬的时候这个干会更加的明显，但是你又不希望 T 字区有油，这个时候黛珂这类的蜜粉饼就能够很好的解决。无论你在脸上上多少层这样的蜜粉都不会有干燥感。可能得益于日系喜欢的将美容保养的成分融入到蜜粉里头，也或者它有更多的化学成分的调和，我其实不是很在意，我更多的追求的是它上脸之后给我带来更直观的感觉。当下的这种炎热的季节，我是不会用这种粉饼的，因为它很快就会脱妆，尽管它够细，反倒是秋冬严寒的时候就不会有传统粉饼给我的那种干燥紧绷感了。从售价上来看，黛珂2个18克的这个粉饼呢，售价高达27500日币，约合人民币1435元。这个在日系来说，应该没有蜜粉比它更贵了。从天使蜜粉上可以看出，是有单个粉饼售卖，也有2个粉饼组合售卖的价格。但是黛珂呢，它只有打包2个粉饼一起卖的，所以它可以把价格卖到这么贵。那如果你把它的原价除以2，就相当于700-800块钱，就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。如果你是一个混干皮，你不想要追逐于什么流行买什么的这种风潮，黛珂其实1年买一次真的是足够用了。它
它的香味也是目前我用的所有日系蜜粉饼里面最高级的，可以理解为普通家居香薰和高级香水的那种区别，是可以闻到非常非常惊艳的玫瑰花瓣的调香。